我这个力量一起来，力量贯穿了身体的每一个关节，整体力量才能够起来。否则你这个力量没有，这个力量是掉下去的，底下没有一个往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，哎，收，让那个力量上来，上，让力量把你带起来，不要用动态，不要用势起来，用力量起来。你起来，我做给你看。你到前面来，这样收进来，收进来以后用这个力量一直收，这样起来，不要用这个起来，不要这样起来，看不懂？就是力量，可以啊，力量，你看，力量，一直抽，你不能抽到这边停了。你这边停了，你没办法起来，因为力量停了，晓得吗？你就要用这样起来，力量一直走。你看起来力量要更大，力量要一直往上提，晓得吗？这就我说动作在力量的后面，力量先走，动作是跟着力量出来的，看不懂？我刚才讲这句话，你听得懂吗？力量在前面，动作在后面，动作跟着力量出来，啊，不是先有动作，啊，这个是第一课，可是也是贯穿到最后一课。行吗？不行。行吗？不要让力量不要断，掉。力量要一直走，你要起来那一瞬间，那个力量更大。看，不要用那个，你不要坐那么前面，等下滑下去了，够了，脚往后一点，这个脚再往后，哎，对，这个脚再往后一点，好，可以了，收，不对，你用到这边的肌肉了，你用到这边肌肉，它往外走的，你用这个肌肉里面的肌肉，它往中央走的，力量起来会往中央上来。有体会吗？这不来。那个力量不能断掉。你先练到什么？你先练到一收的时候，屁股有微微离开座位。你们第一步先练习到抽那个力量起来，你的屁股会稍微离开座位。你坐在那边的时候，你的重量不是都放在臀部，不是都放在椅子上的。有一个力量把你拖着，先做到这个，先不用起来，先做到有个力量把你拖着，你的臀部跟椅子的接触是比较少的。老师，他从脊椎上来嘛，力量会从肩椎往上走，会推上脊椎。我就推不上来。我现在可以离开这些，但是我上不来。那你就要增加那个力量，尤其你要离开椅子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力量更要强。你先不急着起来，你急着起来，你会用身体往前倾起来，不要先
臀部能够稍微离开座椅，不要快，慢，不要用快，你快是用冲的力量。用慢的力量，慢是一种延续的力量。不要用快的方式起来，快是一个爆发力。我们要的是那个力量可以延续。比较好，但是你现在是抽起来，你那个力量就往上走了，不对，你还是抽起来，你还是要这样走，这样没懂？还是要循着胯到肩椎到脊椎，是走一个，你的力量还是走一个这个力量，走一个这个力量，不要到后面变成这个力量。有一点体会哈，慢慢来。你要起来，你看看，你起来那一瞬间断掉了。慢慢，不要这样，要延续那个力，延续你抽的那个力量。你要起来那一瞬间，那个力量要更大。慢慢来，慢慢练习，增加那个抽拔力量，胯的抽拔的力。垃圾有什么？不要用其他任何地方，只用那边产生，只用这边产生那个力量，看不懂？只用那边，不要用到手，不要用到腹，其他通通不要。不要用到臀，不要用到臀，不要用到这边，只有这边。真的。我不能动作。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我知道啊，因为这个区域很少人，我们平常很少使用它，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，而且这个力量是一个根本的力量，是一个根本的力量。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你不会有全身贯穿的那个力量。Perineum 的 very fundamental force. This force can only this force can connect all joints. 就是从这里，对，从这边到这边上脊椎，所以不要用到外面任何地方的力量，它只会让你的力量分散掉，其他都不用力，只用一点只用这个力量强化这个力量。有体会吗？有一些啊。不要用往前攻的方式起来，那就起不来，完全起不来。那就慢慢把这个力量练出来。不要用胸，不要用背，不要用腹部。你现在在用腹，不要用腹部，不要用臀部。你现在全身都用了，就是没有用这边。用不出来呀，就是这样子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有体会吗？送不到后面啊？第一个力量不够，送不到后面。对，
慢慢这两个大筋嘛。不要，也不要，到底是用就用那边，就用那边，就是就用这里，就用这里，这里用不到。到会阴这边推到会阴去。不要用臀部，有体会吗？有体会，有体会，增加那个力量。它有推到哪去？你觉得那个力量推到哪去了？有推到肩椎吗？有推到腰？有推到这边吗？你收那个力量。不要去直腰，不要去直腰，不要用腰做，用力量做。还太小，不要去用身体别的任何地方做，晓得吗？去增加这个地方的力量。好。你们老学生到现在还不会，做不出来，该打屁股。真的该打屁股。因为你没有这个，你后面练的所有东西啊，基本上全都是空的。你来，你看我跟他做这个手一搭，我这样放，这边力量没有。所以他给我压力，你给我压力，我一定是用身体的不同的局部的地方去抵抗它的，因为我有结构，可是结构里面没有力量。所以当我在做的时候，我这个力量一起来，你看我这个力量一起来，力量就来了，有体会到吗？我这个力量一起来，力量贯穿了身体的每一个关节，整体力量才能够起来，否则你这个力量没有。这个力量是掉下去的，底下没有一个往上的力的时候，你的力量是往下掉的。往下掉，你只有靠什么？你只有靠身体的你只有靠肌肉力去抵抗它所以我这个力量一起来，你看我这个力量一起来，我无论站高站低，我站这么高也是一样，我这个力量我会提一起来，你看一起来就去了。我这个力量一提，我的力量就去了。看不懂？所以你练八卦，所有的你后面练所有的架势，它能够整合你的身体，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力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力。听不懂？去试试看，你也来练习。这有人吗？没有，你做。往前面做三分之一，好，脚再往后放，一点，好，从这个地方把你的大腿收到骨盆里去，不对，不要用这边肌肉，用这边，往里抽，把大腿抽到骨盆里去，不要用腹部，只用这个。不要夹，向里收起来，你会感觉到你收进去对的话，你会感觉到有个力量从底下，然后推到肩椎，然后顺着肩椎往上推到脊椎，一直到头来。要体会到这个，不要用腹部。这一块肉的力量，它是一个整体，它包含那个。晓得吗？你就把这一边当成一个，这边当成一个范围。你看，它是这样起来的，它是这样起来的。它两个，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。大腿会被往内抽，可是力量到不了脚底。力量没有到脚底啊，力量往上走啊。你如果起来的话，最后一定是你脚在承重了。不对，不对，是力量起来。是力量起来，你力量沉重是因为你那个力量没起来。好，这是一个观念哈。
我们现在认为我站着，我从站要起来，我一定是什么力量的承重会增加嘛？是吧？认为我们在地上做任何东西，我的脚的重量会有变化，会增加。可是这种它不是，这种是什么？我用一个上升的力量、上拔的力量，让我的身体起来。所以当我在起来的时候，我这个在起来的时候，我这个在起来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在起来，我是一直在，你看，一直在起来，一直在起来。所以当我在走掌的时候，我用这个力量在走掌的时候，它不是，它脚底下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我这一提，它脚底下是这样子的。人是漂浮的，人是漂浮的，所以你不会有什么，你不会跳动。你如果是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你会跳动，因为你起来跟你下去的压力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像这像什么，就像飘在水面上一样的。所以当我这个力量一提起来的时候，我是用这个力量在走的，我是这个力量一提，我的脚，你看我的脚的力量是往上的，不是往下的，我的腿上面的力量不是往下的，而是往上的，往上的，听不懂？这是我们在行动当中轻快的原因，一个重要原因。也就是说，腿本身就很重了，再加上地的重力，我的每一步都很重，变成每一步都很重了。然后我很重的下去，我又要用力量把这个很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，再很重的放到另外一个位置去，这没有效率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反方向力，我们要自己创造一个跟地心引力、跟重力的反方向力，去平衡它。听不懂？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这个力量，自己要有这个力量提着，所以你的落脚就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落。听不懂？听不懂？这个观念要变。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力量把你拖住的时候，你整个人的基底在哪？基底在这边，就像是那个鸭子或者鹅在水面上游泳一样的，它的基底是在它的这个地方，不是在脚上面。听不懂？啊？所以这个观念要变。你们看，动物在跑快的时候，狮子、老虎在平常在走路的时候，它是一步一步都很重的，一步一步都很重，它是松散的，它不用力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一步都很重，它的身体是放下去的。可是你看它要追猎物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啊，或者你看鸟要起飞的这个地方一收，这里一收，你看它跑的时候，那个脚根本就是在地面上飘一样的嘛，到地上它一点就走了，一点就走了，重量没有下到脚上面去。有体会吗？你们想象一下，你们看到过的那个动物在跑，你们看鸟飞，我让你们去看鸟飞，我问过好几次嘛，鸟在枝上，它要飞下去的时候，它要飞的时候，它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你会看到它的尾巴一翘，可是不是尾巴一翘，是这个地方一收，它这边一提，啪就出去了。它不是落下去一蹬，它不是一蹬，它站在那么细的枝头上面，它怎么蹬？是不是？所以有人说什么太极拳那个画劲，手鸟飞不走，鸟不是蹬的，鸟要飞它不是用蹬的，它是用提的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练拳，我们练尤其是内家拳，所有的内家拳都要有这个，不然你就是练重的，一步一脚印那种功，那种功是另外一个功啊。外家拳常练这个，可是你要活动轻灵，要练这个。
听不懂？所以以前讲轻功跟体重没有关系，晓得吗？轻功跟体重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它有这个力量把自己提住。所以上面跳下来的时候，要跳上去的都是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你必须提住，这个力量要非常强。他自己创造一个力量，把自己提住，而不让我的重量往下掉。听不懂？要练这个要练，你才有功，你才有功啊。好，把椅子收回去吧，这个需要你们平常练啊。晓得了以后就要常练习。老学生能不能发愤图强一下啊？